朋友们，充电宝坏了以后，大家千万不要扔。实际上，它们的故障维修起来都是比较简单的，自己动动手就可以修好。充电宝它损坏就两种情况，第一种情况就是给它充电充不进去电，第二种情况就是它给手机充电充不了电。这两种情况我分别给大家仔细的讲一下。当我们插上充电器给充电宝充电的时候，如果这个充电宝指灯都不亮，没有任何反应，这种情况大部分都是这个充电口的问题，好多都是内部这儿开汗引起的。如果发现开汗以后，我们用烙铁给它加汗一下就可以了。如果没有开汗，大部分都是这个充电口坏了，我们需要更换这个充电口。如果我们给它通上电，指灯也亮的情况下，就像这个一样，指灯它也闪，给充电宝充不上电，像这种情况大部分都是这个18650电池它的电压太低了，所以说就给它充不上去电，或者是充电宝放置时间太长以后，锂电池饿死了，它也会出现这种情况，一直闪充不上去电。我们就需要给充电宝强制给它激活一下，充下电就可以了。强制激活方法也非常简单，我们就找一条旧的数据线，在这儿接个鳄鱼夹，不接鳄鱼夹也可以的。我们用个智能手机的2安的充电头，给它插在上面以后，这个正负极分别接在充电宝的正负极上面，给它强制充个2分钟就可以了。具体的操作我前段时间发布过这个强制激活的方法，大家可以看一下。充电宝另外一个故障就是它不能正常给手机充电，像这种情况大部分都是这个 USB 接口这个和主板焊接的这地方虚焊引起的，我们只要给它加焊一下就可以了。在维修的过程中，我也遇见过 U 口这个位置断裂了，像这种情况我们也是一样，给它焊接上就可以了。充电宝上面像这些电子元件它损坏是比较少的，大部分都是这些接口开焊引起的。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了。喜欢的朋友点个关注加转发，我们下期再见。朋友们，大家好，今天我们给手机换块屏幕，我们看一下这个手机的屏，看现在已经是花屏，已经刷烂了。这个我们今天把它拆开来换一块屏幕。拆手机壳的时候，我们首先要把它的卡槽取下来，然后手机底部还有2个螺丝，我们把它卸下来。在手机壳下边，我们用刀片给它撬开，把这壳撬开一个缝隙以后，我们用指甲把它划开。如果没有指甲，也可以用刀片，也可以的，划一圈，这个后壳就能掉下来。好了，已经拆下来了。然后我们要把这个保护盖给它拆下来，把电池的电给它断开，然后我们再把这个排线给它抠开，这个就是屏幕的排线。我们现在开始拿一块新的屏幕，先测试一下，看这屏幕显示正常不正常。把屏幕给它扣在主板上面，然后把电池再扣上，我们开机看一下屏幕。开机以后，我们把这个屏幕要测试一下，测试好以后我们再安装。主要就是测试一下，看它的触摸的灵敏度怎么样。没问题，可以。然后我们就开始安装。我们先把这个电池给它取下来，取下来以后才能拆这块屏幕，这是屏幕的排线。然后在这边我们用家里边的吹风机，就是吹头发用的吹风机，在周围给它加热一下，加热好以后这个屏幕就好拆了。用刀片在周围给它撬开个缝隙，用个名片或者薄的东西给它划开。装之前把周围这个胶给它清理一下，我们还是在周围给它抹上胶。
这个电池也能换本儿。能换啊，可以换电池。好了，现在屏已经都换成功了，我们只要等会儿就可以了。等会儿这个胶干了以后，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皮筋去掉了。好了，朋友们，我们下期再见。朋友们，大家好，今天修一台液晶电视机，它的问题是不通电。我们先通上电源看一下，通上电源以后，这个待机指灯它也不亮，没有任何反应。像这种情况，大部分应该都是电源的问题。我们用腕表来测量一下，看这个电源输出电压正常不正常。像电脑显示器、一些电子设备外置电源坏的是比较多的。我们用腕表来测量一下，看它有没有电压输出。没有输出是吧？没有，这是电源的问题。拆开以后，我们看一下这个板子上这个保险已经扎没了。保险扎坏以后，我们首先要检查这4个整流二极管，一般的它都有坏的。还有这个主滤波电容这儿也鼓包了，这肯定是坏了。然后我们还得需要测量一下这个摩丝管，看它坏不坏。先测量这4个整流二极管，我们看一下，这个已经击穿了。这个也坏了，这个没问题，这个也没问题。4个二极管坏了2个，然后我们再用腕表的二极管档测量一下摩丝管，还有这2个色环电阻，看它坏不坏。这个摩丝管也击穿烧坏了，这个色环电阻没问题。然后我们看一下旁边这个蓝棕银金这个0.61欧的色环电阻，这儿已经烧坏了。这个目前发现就是保险2个二极管、1个电容、1个色环电阻，还有这个摩丝管，就发现这都坏的。我们把这些都给它拆来，换成新的。把这些坏的元件都换好以后，我们给它通上电来试一下，看看电压输出正常不正常。现在输出电压是12.17伏，这电源应该就修好了。我们给它通到电视上来试一下。好了，现在这个电视机就打开了，它的问题就是电源坏了。实际上在维修的过程中，像这种电器设备上用的外置电源坏的是比较多的。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的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期再见。朋友们，大家好，这是一节南孚的7号电池。南孚电池它在电池行业里面，它是属于最贵的。然后网上他们自己做广告宣传，说的也是聚能环电池，1节更比6节强，意思是说它的非常耐用，它这个电量，感觉它这个重量比普通电池它要重。然后它这个内部他说加了一个聚能环，我们把它拆开来看一下。看看这个聚能环到底是什么高科技，到底是什么样子的。这个聚能环就在电池的后边这一块，我们就拆这一块，先把外边这层纸给它撕了，让它牢固。后边这是一个塑料胶圈。这个电池它的外壳是不锈钢的，感觉跟那个18650电池外壳差不多。我们接着再拆后边，非常硬的壳。这壳非常非常硬，拆了老半天才拆下来。我们把这个给它抠开，我们看一下这个电池，电池内部就是这个样子的。和别的电池设计完全不一样啊！这儿是有个针，这个红色的塑料胶圈就是聚能环。传说的它这么神奇，看着也没有什么特殊的材质啊，就是一个普通的塑料胶圈。等会儿从网上查一下它的资料，看一下。朋友们，如果知道它有什么特殊功能的情况，可以在评论区留言，我们共同讨论一下。朋友们，大家好，今天给大家分享个视频，这一个是冰箱上面使用的机械式温空气，
它是控制冰箱、压缩机启动与停止的。然后这个它也叫做是温控器，它也和它的作用是一样的，都是控制压缩机启动和停止的。它们两个的控制方法不一样，这个说是叫温控器，实际上它就是一个定时器。真正的温控器是这个，它的控制方法是通过这个毛细管前面这个感温头，它感应到冰箱里边的温度以后，达到设定的温度，它就会直接给压缩机断电，从而达到压缩机停止工作。温度如果变高了以后，它就会自动给压缩机通电，然后压缩机就可以正常运行。它是通过温度来控制压缩机启动与停止的。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就是定时器，定时器它就是用时间来控制压缩机启动与停止的，不是说通过温度来控制的。看一下这个开机，这就是设定开机时间，然后这关机就是说让它关机多长时间以后接着再开机，是通过时间来控制的。在维修冰箱的时候，如果压缩机它一直运行不停机了，像这种情况大部分都是温控器坏了。好多维修师傅或者一些个人他就直接买个这个定时器，实际上这个定时器啊，它对里边的温度控制的不太好，它是靠时间控制的，它没有这种温度控制的精确。所以说在维修的时候最好是更换这种机械式的温控器。这个冰箱之音它不好的一方面我们说完了，我们再说一下它的优点。它的优点就是使用非常方便，直接插在电上面就可以使用，非常简单。而这个更换的话比较稍微复杂一点，如果动手能力强的可以直接换这个。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这个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期再见。朋友们大家好，今天修一部手机，我们看一下这个手机啊，打开以后就定在这个画面了，一直就这样。像这种情况它都是系统坏了，我们只需要给它强制隔下机就能修好，意思就是强制给它恢复一下出厂设置就行了，不需要刷机，也不需要把它拆开维修。像这个操作也比较简单，自己在家就可以解决。今天我就给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如何修好它。手机侧面的音量加键和开机键，我们要把这两个键同时按下去，一直长按，等这个手机重启以后，我们把这个开机键松开就可以了。音量加键还要按着，不要松开。现在已经进入这个界面了，我们看一下第3项恢复出厂设置，我们选择第3项，给它恢复一下出厂。恢复成功，然后我们再选最后一项，清除这个分区。好，现在已经恢复完了，我们就开始给它重启。恢复出厂以后，第一次开机比较慢，我们要耐心的等待一会儿。朋友们大家好，今天修一台奥克斯的油烟机，它问题是不开机，看到没有？这样能听到电机嗡嗡的响，就是电机不能启动，就是转不起来电机，有嗡嗡的声音电机上面。像这种情况，电机上面有嗡嗡的声音，就证明这个电机上面是有电的，有电电机不转。像这种情况，一般的都是启动电容有问题。如果换个启动电容还是不行，就是电机坏了。我们先把电容拆出来，换一个试一下。它的电源板在这个位置，我们拆开以后，看一下电容已经烧成这样子了，全部烧流了啊！这烧了个大窟窿。这是一个4微发的电容，我们换个电容，然后再试一下。这个就是拆下来的电容，
坏的比较严重啊。这一个是新的，也是4维发的。我们现在测试一下，看它能不能转了。充上电后开机再试一下，没问题了。现在电机都转了，这是一个双电机的油烟机，两个同时都转了。这一个是慢档，照明。这一个新电容现在把线已经都接好了。我们看一下，它这儿是有2个电容，2个电机。为什么坏一个电容，2个电机都不启动了？知道的朋友可以在评论区留言，我们共同讨论一下。好了，视频今天就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期再见。朋友们，大家好。这种热敏电阻在电源板当中用的是比较多的，也很常见。今天我们就聊会儿它在电源板上面的作用以及它的好坏判断。这是一个电动车充电器。我们首先了解一下这个热敏电阻，就是包括它的型号。我们看一下 NTC， 就是它是个负温度系数的热敏电阻。这儿有一个5就是它在常温的状态下，它的阻值是5欧姆。后面这个15就是它的大小，它的规格，它这个直径就是15毫米。这个标注的就是它的型号。我们测量一下。它在常温状态下，它的阻值是多少？5.0是吧？5欧姆，这是一个正常的热敏电阻。负温度系数的热敏电阻，它都有一个共同的特性，就是它的阻值会随着温度的变化而变化。就是它温度越高，它的阻值会变得越来越小，它的最小阻值可以达到0.1欧姆。当它的温度变到常温的时候，它的阻值也会慢慢的变大，会变到和它标注是一样的阻值，就是5欧姆。当我们给电源板通上电以后，它会给这个主滤波电容充电。充电的瞬间，这个电流非常大的，就相当于这个正负极直接短路一样，所以说电流非常大。串联这个热敏电阻就是为了降低它的电流，从而达到前级这些元件不会烧坏。快速判断它的好坏方法就是用弯表测量的时候，如果它是开路的状态，没有任何阻值，就证明这个100%就是它坏了。如果测量有5欧姆的阻值，我们就可以99%的判断为它不坏。今天视频就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期再见。朋友们，大家好，今天修一台液晶电视机，我们看一下这个电视机的问题啊。通上电以后是红色的指示灯，我们开机看一下，变为蓝色，屏幕闪一下之后，这个就变成红色了。像这种情况，我们就拆开检查一下，看看到底是哪儿的问题。拆开以后，我们看一下，这个里边是比较简单，这是一块电源板，这个是背光灯的驱动横流条，这一块是电视机的主板。我们先分析一下这个电视机黑屏的故障。有一些电视机啊，就是开机以后它能正常开机，开机以后它是黑屏，不过它是有声音的。像这种情况，大部分都是这个背光灯条坏了，有一少部分就是这个电源板或者是这个背光灯的横流板有问题。像这台电视机，它是开机闪一下屏，然后就关机了。像这种情况，我们首先要检查这个电源板，看它的输出电压，看看正常不正常。我们看一下这条线，它是直接连在这个主板上面的。我们用弯表来测量一下它的电压。这个电压是11.8伏，电压是正常的。然后我们开机看一下这个电压有没有变化。开机以后，然后这个电压瞬间就掉下来了。刚才我们看到了，在没有开机的时候它是11.8伏，在我们开机的时候，它的电压被瞬间拉低到7伏多。我怀疑是这个电源板它的承载能力变差了。我们把它拆下来看一下。大家仔细看一下这个电源板，有没有发现特别惊喜啊？看到了没有？这边这个电容鼓包了，是吧？
它鼓爆以后就会容量变低，然后就会出现承受负载能力变差。我们把它换上，应该就修好了。电源板上面的这个电容鼓包是电源板的通病，这个问题啊，我遇到过很多。这个旧电容是25伏1000微发，我们给它换一个35伏1000微发的，这个耐压值更高。换好以后，我们就给它通上电，试一下看看能不能开机了。我们点下开机键，红色转为蓝色，屏幕已经点亮了。这问题非常简单。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视频就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期再见。朋友们，大家好，今天修一个电吹风，我是用它给电脑除尘使用的。今天我给电脑除尘的时候，发现它坏了，不通电了，看到没有？按开关没有任何反应。以我的经验，像这种情况就是开机没有任何反应，不通电，大部分应该都是这个电源线的问题，特别是这个根部，这样用的时候折来折去，应该就是内部折断了，好多都是这样的了，包括那个冲击钻、冲击电锤，一些电器，包括吹头发用的电风吹也是一样，这个根部最容易断了。我们今天就把它拆开来检查一下，看看是不是这个线的问题。打开以后，我们看一下，这个就是开关。我们先测一下开关，看它通不通。这个开关不坏，然后我们就需要测一下这条电源线。这两条我们都测一下，这一条通，然后再测另外一条，另外一条是在下边。我们把这个管给它拽开。然后再测一下，不打通是吧？就是这条线断了。以我个人经验，一般断的部位都在这个根部这一块，包括我们的电动车充电器，就是一些常用的电器设备吧，经常用、经常在手里边拿的情况下，就是使用的时候容易这样折来折去，就把它折断了。一般都在这个位置，我们可以测试一下。把这儿给它剪断，然后我们再用腕表测量一下，看这一条通，然后再测另外一条，另外一条也通。问题就是根部断了。我们现在把它再接上去，应该就修好了。然后我们再通上电试一下，没问题了是吧？好了，我们下期再见。朋友们，大家好，今天我们给这个电动剃须刀换个电池。它这个是用了一段时间，然后这电池不存电了，充满电以后啊，可能刮一回胡子就没有电了，这是电池的问题，电池老化了。我们今天给它拆开，来换2节电池。这款剃须刀它是飞科的，这儿有个螺丝，然后在这个位置还有一颗。2个螺丝拧掉以后，我们把这个盖儿打开，这壳就可以打开了，是吧？是不是非常简单？这是内部的2节电池，它的型号是5-7AA 500毫安1.2伏的，这是2节新电池，我们给它换上。先把这块板拿出来。这2节电池它是串联在一起的，我们把它这个先拆一个再装一个，安装的时候正负极不能弄错了。拆以后我们看一下啊，这边是正极，我们拆块新的。安装的时候也是一样，正极在这个位置，
然后我们再把这个拆掉。这一块在安装的时候，就是负极是在这边了，负极是在左边。对，这样的话还是串联的。现在我们就把这4个角给它焊起来，焊好以后我们就试一下，可以转动了现在。然后我们就把壳装上，现在已经换好了啊，没问题了。这个飞科剃须刀又可以接着使用2年了。好了，朋友们，我们今天到这里了，下期再见。朋友们，大家好，今天我们修一台电子秤，它的问题是开机以后，你看没有任何反应，好像是不通电一样。我们把它拆开来检查一下。这个电子秤打开以后，我们首先认识一下它内部的结构。这一块是前面的显示屏，这个是后面的显示屏，这是内部的一个蓄电池。中间这一部分是它的重力感应，这一块就是主板，这个是控制面板，然后这个是开关，这个是充电口。像这个不开机，我们首先用腕表来测量一下，看这个蓄电池有没有电。我们看一下这块电瓶，它上面写的是4伏的电压。我们用腕表来测量一下它的电压，看到底是多少。4.13，这个电压是正常的，里面有电，有电不开机。像这种情况，我们首先还有个比较常坏的元件，就是这个开关。我们用腕表再测一下，看它到底坏不坏。我们看一下这个开关，上面是2个线头。实际上我们不需要用腕表来测量，我们找个铁丝或者是镊子，直接给它短接一下，看一下能不能正常开机。如果能开机，就证明这个开关坏了。我们试一下，开机了是吧？现在这个问题就是开关坏了，我们换个开关就可以了。我们先把这个旧开关这个线给它焊下来。然后这个开关这儿有个卡扣，往下边一按就下去了，这就是坏的。我们把这个新的装上，换好开关以后，我们再试一下，可以了，一点问题没有了。这是后面的显示屏，我们再看一下前面，前面也正常。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这个视频就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期再见。朋友们，大家好！今天我们修一台这个电茶水壶，它的问题是通上电后没有任何反应。我们看一下，这儿指示灯也不亮，也听不到滴的一声。我们拆开来检查一下，不通电，我们首先要检查一下这个电源线，看它断不断。这一条不断，然后再检查另外一条，电源线是没有问题的。然后我们看一下，这儿有个玻璃保险，我们再测一下保险，保险也没问题。我们看一下主板上面，这儿有个滤波电容，它已经鼓包了。这是一个25伏470微发的电容，应该就是它的问题。我们把这个主板拆下来，给它通上电，用腕表来量一下它的电压。像这个是25伏的滤波电容，一般的它的电压在12伏。我们用腕表来测一下，通上电，电压一点也没有，没有电压。我们看一下这个旁边还有个稳压二极管，我们再量一下这个稳压二极管，看它有没有电压输出。
也是没有。我们看一下电容在这里，电容这个角连到这块儿，然后这儿是一个二极管。我们先测一下二极管，看它坏不坏。用温阳表的风鸣打，我们测一下啊。这二极管看到没有，已经击穿了，它已经坏了。我们把二极管拆下来，然后这个没问题，把二极管拆下来，然后把这个电容也换了，把它们都换了，然后试一下，应该就修好了。这个肖特级二极管，它的型号是 S2260，它是2安60伏的。现在没有一样型号的，我找了一个比它大点的，这个是5100，是5安100伏的。我们把这个给它换上，把这2个元件我们换好以后，就通上电来试一下。通上电以后，我们看一下这个指灯已经有了，然后我们看一下，也可以正常使用。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期再见。